我们为什么要拍这个片子？我们拍这个片子的目的是什么？初衷是什么？你可以说作为一个视频创作者的年终总结。我们现在这几家店都是小生意，贼小。小生意的坚守就是我挣不挣钱，我不挣钱我在干，我挣钱我他妈还在干。这其实挺难得的，我有几个关键词，比如说坚定、坚持、坚守，都是这种感觉。然后包括这个片子，我们昨天一直在聊的一个特别讨厌的事儿，就是我们是不是要坚持这条15分钟，或者更长。最终，我们还是决定以我自己的方式来给大家讲述这几个故事。视频可能会有点长，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看完。不要紧张，我们就像家人一样聊聊天，好吧？您两位老家是哪里的？黑龙江。为什么来北京工作呀？在黑龙江那边觉得赚得太少了，然后觉得在北京这边机会多一点。还有就是家里的亲人也都来北京这边打过工，所以就这样就都来这边了。您二位之前也打过工，觉得说打工太辛苦了，自己头脑也不是那么灵活，所以在看到一些小商小贩的时候，会给到您启发，觉得这也是一个机会，然后才去学了臭豆腐这件事情，自己也做了小摊贩，在这边开了这家店。以前是在六里桥那边，在一个十字路口。2018年6月份左右，因为城管这边不让卖，所以所有的经营都停止掉了。我最早吃是在我们单元门口马关营那边，当时他是推着一个3轮，就是那个男的一个人，他上面就写了一个牌嘛，这么大一个牌子立在他那3轮边上。很早之前就知道了，然后之前就是那个一通龙有一个胡同一个口那儿，然后他在那儿卖。我老公说吧，他一个朋友很喜欢吃这个，他们好像以前是在另外的一个地方开，好像是被别人欺负什么的。2019到2020年刚起步的时候，因为疫情也确实歇业过一段时间。2020年5月的时候又恢复的营业。您听不见的原因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？大哥是先天的。您是5岁的时候，那您有没有考虑过去治疗啊？没有，因为年龄比较大了。那个时候是因为脖子肿得很厉害，是5岁的时候去过很多医院，找过很多的地方，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。那个时候是把药捣碎了放在脖子上涂抹，但是也没有效果。最后过了一段时间就听不见了。那您恋爱呢？1997年。那结婚呢？1999年。生了一个女儿。宝宝是哪年出生的？2000年5月。那要宝宝的时候担心或者害怕吗？没有，正常，就顺其自然的怀孕了，也没有任何担心。生下来之后发现宝宝好好的，特别开心。感觉我从小到大老师对我都挺照顾的，因为他们不是聋哑人嘛，然后家长会啊就没有办法去。小学的时候可能是一定要家长去，老师会留我一个人在班里，像其他小朋友都出去了嘛，或者是放假了，但我就会在班里陪同我爸妈开这个家长会。感觉他们要对自己好一点，别啥都舍不得，啥都舍不得给自己买，给自己吃穿，啥都舍不得，啥都想给我最好的。
最大的困难还是沟通，其他方面我觉得都 OK 吧。最大的困难，我感觉对他们来说，现在有了手机呀，沟通上面应该是没问题了。沟通吧，不过我们老经常吃也都习惯了，来这儿吃的基本也都知道。要是说开店小一些，像这种的可以，要大的我觉得有点太吃力了。沟通方面毕竟不是很那什么，如果人多情况下，就说比如说我们要想吃味了，就靠微信来打字来弄，就很麻烦，就会耽误一些时间。那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，聋人可以在北京这个地方这样开店，肯定是有，比如交流沟通方面的一些问题，然后以及收款收账这方面可能会有一些那种不良的行为啊，就是可能会去欺骗他们。有没有人吃完了不给钱就走了？有啊，少。有一个人就住在这附近，然后逃单逃过2次啊，然后再来的时候就跟他说：“哎，你上次还没给钱呢。”然后那人就不好意思了，就把钱给了。会生气吗？不会，就下次记得好好看看，然后1次2次就算了。那有没有人就觉得您是聋哑人，所以就买的时候就会多给您钱的这种？有，会多给，但给的时候就觉得特别不好意思，然后就赶紧给人家再补一些臭豆腐。就有一次有一个大老板拿着公文包就来了也买，然后多给了50。当时我一看我就追着我也追不上他，50是最高的吗？100、200的有吗？哦，有100的。是个女的给的，虽然说有困难吧，但是也都挺过来了。你像周围邻居帮我们打个电话呀，或者送货呀、送个菜呀，这些小事儿都会帮我们。刚开始开店的时候是怎么沟通的？打字、写字这样交流。作为聋哑人，就本身交流沟通已经是问题了，但是为什么还是要选择做生意，这样跟别人沟通？因为喜欢这份工作，主要还是赚得多。平时卖的臭豆腐，就来的人吃的是哪种？黑白的都吃过，我们家孩子也特别喜欢。我喜欢吃白豆腐，点了4份白豆腐，一个口味稍微苦一点，一个就是淡一点。我更偏向于吃黑豆腐吧。黑色的、白色的都吃过。混合的卖的比较好，白色的也不错，黑色的吃的人比较少。白的是在北京的，黑的是从长沙运过来的。炸一份臭豆腐时间是多久？5分钟。那您臭豆腐使的这些调料是您自己研究的吗？是跟师傅学的？也是有自己的改良，就跟着听人的师傅学完之后尝了尝，就觉得味道不是那么好，加入了自己的改良。最终才有了现在这个版本。那酸豆角是自己的想法，还是跟着听人的师傅一起学的？您自己创造的。在做生意的过程中，然后也是听到有听人朋友说，你这儿有没有酸豆角呀？然后自己才加入了酸豆角。这个酸豆角是从市场买回来的。然后直接加在酱料里面，但是觉得它太粗了，就需要去把它磨一下，磨细一点，然后加在酱料里。就觉得挺好吃的，然后量也很足，味道也很正，辣也很正宗，然后酸豆角也挺好吃的。它这个调料调的也还可以，就是这个糊做的还挺干净，你可以看都是透明的。这个店这个男同志吧，一般都是他在那儿调料，他在那儿卖，做事很细，分类也很仔细，弄得也挺干净的，态度也特别好。好吃啊！他们家特别干净。他们家虽然是臭豆腐，觉着比好多小吃都干净很多。味道特别好吃，而且干净，还行吧，还可以。我觉得酱汁做的挺好的。第一个是干净卫生，东西还特别好吃，那夫妻俩特别棒。大家都说店里特别干净，那您是不是对自己的要求也特别高？大姐每天早上起来都会把店里再重新收拾一遍，因为这些东西是做给大家吃的，所以就得特别干净。一开始您不是在这儿，在旁边那小店，然后也是因为楼上的居民还有对面同行的举报，
才搬到现在这地儿来的。在这边开了得将近有2年了吧，差不多。之前是在这个屋，就是谁打电话老举报说是无照经营，租好像800块钱吧，现在应该是特别贵，那房子好几千我听说。一开始是整个一个大店儿，1个月5000块钱租了3月，觉得太贵了。等后来这边就说是要拆迁，然后就想着要拆迁了，那就换个地方吧。但房东又出来挽留，现在两边合起来是5500，然后您这边是3000，他这边比您这边大，但是他们也没说，因为我们这边生意好，所以就给我们涨钱。有的时候同行看到之后也会眼红，也有举报，但咱这儿挺合规的，也有营业执照什么的，怕什么？那有跟周围的人吵过架吗？从来没有跟别人吵过架，还是客客气气的，就特别有礼貌，就是觉得和气生财，然后大家都和和平平的。我倒没有什么觉得去可怜人家，我父母生下你也不可能去改变你什么，是不是？全靠自己。我觉得还挺励志的吧。如果要是从咱们的角度来看，给他们一些照顾；但是如果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就是可以希望咱们把他们当做跟咱们一样的人来看。我觉得应该是正常人的方式吧，的关照会让人觉得有自卑感。人家自己的这个劳动，然后养活自己呗。我觉得是给一些那个关爱。我觉得就是虽然是残疾人嘛，但是人家自力更生吧，依靠自己有限的这种能力和精力，也不依靠别人。我觉得这个群体他都比较聪明了，其实最大的区别，我觉得他虽然讲人是聋哑人的话，他既然能做出这种生意出来的话，那他的脑子也比较聪明了呀。你做一件事情，你要考虑到他是聋哑人，从他的角度出发，但是你真正的核心还是要公平对待他的这个诉求和想法，然后不用刻意的去怎么着，但是要从他的角度出发很多事情。有的时候就觉得太累了，就真的就特别累，就想把店关掉休息一下。但是在看到那些食客们大老远的开车过来，就觉得也不想让大家白跑一趟，然后就还是得把店继续开开，然后给大家做吃的。